当前呢，房地产市场并不平静，那如何才能把你手中的二手房快速的卖掉呢？相信很多人有这个疑问，因为呢，现在房子呢处于有价无市的状态，房产呢也进入了买方市场，作为购房者呢有更多的选择，所以你会感觉你卖房子进度非常缓慢。明明你的房子装修的很好，明明你的房子地段很好，但是就是卖不出去。那可能呢，你忽略了以下几个方法。今天呢，作为一个做过8年房产的中介人，我可以呢很负责任的把这些经验呢告诉大家，有可能某一条呢就会触动你的神经，可能呢帮助你快速的呢把房子卖掉。你记住了，只有把房子卖掉才是资产。如果你不能进行变现，房子再好的位置也是破砖烂瓦，也只有居住属性。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，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。首先呢，第一点就是价格问题，价格一定要合理。为什么很多人卖不出去房子？首先呢，就是在价格上面啊，很多人觉得呢，我买了房子，付了首付，还了这么多年的贷款，再加上呢，我装修啊等等，以及呢，我住了这么多年，我对这个房子有感情，所以说呢，我卖的时候我的价格肯定不能低了。但是你回头来想一下，现在的房价和以前的房价是不一样的。过去20年房价呢是从低到高，现在呢是在高位稳定。那么也就是什么意思呢？不管你现在卖多少价格，你的房子买的越早，意味着不管怎么样你都是赚钱的。那你何必纠结你现在多1万和2万的事情呢？还是那句话，你的房子长时间卖不出去，放在那里无法变现，那房子只能够进行居住。可能呢你名下有好几套房子，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，你的房子没有卖出去就无法变现。所以呢，价格一定要合理。在这里说的价格合理呢，也不是说让你呢卖白菜价，只不过呢符合市场价，或者说稍微低于市场价。因为大家买房子呢都有一个贪便宜的心理，房子当然越便宜越好。如果你的房子比市场价稍微低一点，那么同等户型同等面积下，那肯定购房者会优先选择你的房子，因为价格才是王道。那么第二点呢，就是说我们要多找几家靠谱的中介，然后呢让他们帮忙宣传，增加曝光量。个人卖房子呢，其实渠道呢只有那么几种，而且呢信息扩散的不及时，并不一定呢会让很多人知道。那么我们在找这个房产中介的时候呢，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点，就是呢价格一定要统一。整个房产中介市场当中呢，也是鱼龙混杂，有专业的房产中介，也有呢不靠谱的房产中介。但是呢，他们最终的一个目的呢，就是要有利可图。那么在有利可图的基础上呢，他们对一套房源就会呢想任何办法去推销出去。如果这个时候你的价格不统一，就会造成呢你这个房子在网上的价格呢参差不齐。那么对于购房人来讲呢，可能会怀疑你这套房子有问题。所以呢，在我们卖房子的时候，对中介要有一个统一的价格，然后呢这是报价。在没有得到客户充分和你谈价的时候，不要轻易的放底价。比如说很多人的房子呢标价是100万，那实际上呢你的心里95万就可以成交。但是这个95万的底价呢，我们是千万不能说的，除非到最后客户真的想要买你这套房子和你谈价，你才能够放价。那平时呢，如果只是客户随便问你一句啊，这个房子最低多少钱卖，如果呢你把底价透露了，那么这个时候当客户真正看好房子的时候，他不会以100万的价格和你谈，他会以呢95万的价格跟你谈，因为你之前已经说了。所以说我们这里呢要有一个技巧，就是价格一定要统一，而且不要放价，找几家靠谱的房产中介。第三个方面呢，就是说我们在卖房子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把我们房子的优点凸显出来。那记得呢，在卖房子之前要进行打扫卫生，把房子呢弄得漂漂亮亮的。当然呢，二手房在实际的居住过程当中，或多或少呢都有一些小毛病，比如说呢水管漏水，或者说呢电线不好经常跳闸，又或者说呢地板松动或者地砖脱落啊等等。这些问题呢一定要在卖房子之前把它处理好。
很多人呢觉得无所谓，反正房子都要卖了，那我为什么还要花这些钱去修缮我的房屋呢？根本没有必要。其实这里呢大有必要，你忽略了2个最关键的问题。第一呢，就是人靠衣装马靠鞍，一个漂亮的房子呢能够给购房者呢留下非常深的印象，那么它就有极大的可能去进行成交。第二点呢，你的房子收拾得很漂亮，几乎没有毛病，那么这个时候从价格上你就占了优势。但如果你的房子有这些小毛病存在，客户呢还看见了，那么真的有客户去买你房子的时候呢，就会抓住这些弱点不放，反正你的房子是有瑕疵的，那么你的房子理所应当的就应该给我便宜，对吧？这就是为什么呢，我们去市场买鱼的时候，活着的鱼贵一点，刚死的鱼呢就便宜一点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死了。第4点呢，就是一个杀手锏。那我们知道呢，现在不管你去买房子还是卖房子，都少不了呢有中介的参与。那么不管买房子卖房子，你都要去给呢服务费。但是正常来讲呢，每个城市啊，对于这个收费的标准呢，都有一个统一啊。比如说呢，有的是收这个总价的1%，有的呢是收总价的2%，有的是收总价的3%。那么这个时候，你如果想要快速卖掉你的房子，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，你就要增加你的服务费，或者说有你比较信任的中介，你可以额外的给他红包，增加他的动力。那你要想一想，二手房市场一个城市房源很多，凭什么房产中介要优先卖你的房子？你的位置最好吗？你的价格最优惠吗？还是说你的房子是豪华装修？你的房子如果没有任何特点，只是一个普通的房子，你还想卖掉，那你就要有重赏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。比如说你的房产中介费呢，正常是1%，那我自己可不可以提到1.5%，甚至是2%？虽然看起来呢，我们在卖房子的过程当中多掏了服务费，但是多掏的服务费能让你的房子早一日的变现。我们知道呢，房价是有波动的，现在呢房价不温不火，但突然这个城市的房价下降了，怎么办？你可能呢因为这一点中介费让这个房子呢直接贬值了，那你损失的会更多。所以呢，有的时候要记住一句话，就是花小钱办大事。那么第5点呢，也是最后一点，就是说呢，如果你想要卖房子，或者说呢，你从买房子的时候就意识到未来这个房子我可能要进行变现，然后呢进行置换，那在你不住的时候呢，你一定要记得千万不要出租。很多人说呢，出租可以增加收入，但是隐形的是出租能够让你这个房子的房价贬值，因为一旦你的房子租出去了，会很少有人把这个房子当成自己家。也就是说呢，你当初是一个精装修的房子，有可能等你收房的时候就变成一个毛坯，因为租户大概率呢不会把房子呢当成自己的家，所以呢从卫生呢或者各方面呢会进行破坏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你更得不偿失。而且呢，我们除了不要出租房屋以外呢，也要向房产中介表明一个思想，就是说我这套房子卖了以后，我可能呢还会购置一套房产，这样呢让这个房产中介认为你既是一个优质的卖家，又是一个优质的购房客户。那在整个服务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会多加留心，我会想办法把你的房子尽快卖出去，然后让你在我手中尽快的再成交一套房子。那这样呢，房产中介相当于挣了2份钱，这样的话何乐而不为呢？所以说呢，这就是我给大家总结的5个快速成交自己手中二手房的一些技巧。不管呢你用不用得着但是呢，我觉得这些方法呢是最简单最有效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